你知道吗？我等今天等了很久了。让我们忘记过去，只在乎眼前，好吗？高老师，小智，你怎么来了？原来你们还真是一对。哥，元萌姐到现在还没有从被你抛弃的痛苦中摆脱出来，你却抱着别的女人，你太过分了吧？不是的。什么不是？我都看到了，还不是？夏小姐，原来你还真是个说谎高手。之前你跟我说，你跟我哥没什么。元满说的没错，你还就是个狐狸精。高存志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以为你很清高吗？别逼我说难听的啊！高老师，一梦，你别生气，我这个弟弟太不懂事了。我们再找地方坐会儿吧。不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再见。你们妈妈怎么现在就回来了？今天有点累。哦，给毛巾。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？脸色不太好。我给你弄杯咖啡。存志，这椅子还能修啊？能啊，能用。你可真能干。哎，给你做的蜂蜜水，喝点吧。谢谢婶儿。存志啊，你知道婶儿没文化，是个粗人。哎，以前啊，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，你可别往心里去啊。婶儿，我知道您对我好，我心里明白。存志，你跟婶儿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喜欢我们家圆满啊？哎呀，爽快点嘛，喜欢不喜欢，哎，跟我说嘛。哎，你必须跟我说，今天说。我喜不喜欢，我说了也不算。原本他眼光比较高。哎呀，这什么话嘛！你要样有样，要人品有人品。你要是喜欢我们家圆满呀，大婶儿我也挺乐意的。哎，跑什么呀？是不是有人追他呀？哎，圆满，是不是那死胖子哥俩又追来了？没有。吓死我了！那你跑什么呀？我没跑啊。行，喝吧。妈觉得吧，存志这孩子挺不错的。你说他吵着闹着来咱们家住，
那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他是奔着你来的。妈，说什么呢？哎呀，我刚才都问了，他都承认了，妈也觉得挺好的。好什么呀？这说出去不怕别人笑话呀？我差点成为他嫂子了。哦，当哥的不要我，我就讹上人家弟弟，往后还怎么着？跟高存善成为一家人啊？我不就问问吗？你干嘛说话这么难听啊？哎呀，妈觉得存志这孩子挺好的。再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圆满啊，你可不能再惦记着高存善那个王八蛋，咱们可不能在一个树桩上撞死2回。我惦记他，说不定他以后还会跪着来求我回心转意的。妈，您看，我熬了一点麦片粥，很甜的，您尝尝看。心情不好的时候啊，喝点甜的东西最好了。我没胃口。骗人，晚饭都没有吃。张姐说了，您今天一整天都心神不宁的，怕您生病了。我没事儿。好啦，乖了，要不要我喂您？啊，怎么样？好不好喝？甜不甜？谢谢你啊，姨妈。从小到大，您给我熬了多少粥了？我这才第1次给您熬粥，不用谢。妈，你有心事啊？妈妈好累啊，现在不想说，等以后妈妈再告诉你好吗？妈妈，您不想说，姨妈也不会问的。以后啊，姨妈会很乖很乖的，不惹妈妈生气了。那，再喝一口好喝的粥，啊！星辰，厉害啊！没想到一次就做对了。真的啊？啊，那高老师还有做错的吗？没有，全部正确。那在高老师眼中，我是不是你最好的学生啊？星辰当然是我最好的学生了。不过，以后我可能没有办法再教你了。为什么呀？高老师，高老师，就算你不想给我当老师了，你也得给我一个解释吧？星辰，忘了我这个老师吧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很多老师比我更优秀。可是高老师只有你一个。以沫，你快劝劝高老师，他要走了。他说他不给我当老师了。为什么？是因为我吗？没错，我不想再为你们家服务了。可是我并没有撒谎啊！当初我说我跟你哥没关系的时候，是真的没有关系。你没有必要向我解释，更没有必要撒谎，所以我决定离开这里。可我没有撒谎。可是我一直在撒谎。你撒什么谎啊？其实，我一直在骗你们。我根本不是什么名牌大学的学生，甚至连大学生都不是。我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的大学保安。我哥说的没错，我没有理由谴责任何人，因为我自己也在撒谎。所以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决定不再为每个月多挣这2500块钱而撒谎。
看一下新开盘的楼盘。新开盘的楼盘，请多关照，谢谢。你好，新开盘的楼盘，谢谢。圆满。圆满。圆满，你别走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会在这儿碰到你，你一定觉得很没面子吧？这不是我的专职工作，我有工作，我工作很好的。这只是个兼职，您还是走吧，一会儿被熟人看见，您会很没面子的。圆满，你别那么说，妈妈的心都要碎了。您说您是，你是我的女儿。妈妈，上次真的很对不起，原谅妈妈。不是的，没有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太冒失了，我不该去打扰你们。我突然跑出来，你们一定很不开心。不是的，圆满，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女儿，我和你爸爸特别的开心，真的，我们特别的开心。自从得知真相之后，我谁也没说，我就只告诉了您跟爸爸。我背叛了养育我那么多年的妈妈，你们也没有给我打电话，我却……圆满，咱们找个地方好好的聊啊，走。怎么了？走啊！我不走，圆满，我不走。哎，圆满！哎，这谁的车啊？走不走啊？谢谢啊。老婆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整天躺在床上。别这样嘛，孩子都在等你吃饭呢。谁像你啊，没事人一样。你知道吗？圆满在街上给人家发小广告，风吹日晒。你去见过他，还是他来找你了？她是我女儿，我不能和她见面吗？老夏，要不是在街上碰到她，我都不知道她过得那么苦。我恨死我自己了，我对不起圆满，老夏。放心吧，过几天我会做出妥善的安排的，啊，好不好？一想到圆满，我就想赶快把她接回来。哎，好了好了。请问夏以沫是谁？夏以沫在开会，找他有什么事儿吗？那麻烦您代收一下这花。哦，哇塞，这么大一束花，以沫的？哎，谁送的？这有张卡片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是君子就不能看，这可是隐私问题。你是君子吗？我是女人啊，所以呢，看呀。如果心是静的，再远的路也是短的。这就是我跋涉千万里，穿越整整3年的时光，再次出现在你身边的理由。天哪，求爱信，谁啊？高存善。啊？我去！哦呦呦呦！呀，不知道哥是游戏老玩家，弄死你我！请进。什么事儿啊？董姐，5分钟和大会议室开会。
怎么又开会啊？啊，我不去，去了也是挨骂的份儿。夏总去出版管理部门了。那正好啊，等我爸回来再开嘛，不然我还得给他汇报一顿，对吧？一汇报冲我嚷嚷，关我屁事啊！总监，您要是不去，主持会议这事儿可就落在别人头上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别怪我多嘴。下个月的日本书展，夏总原本是要带何主编去参加的，我费了好大的劲，才说服夏总改变主意。您是不知道，现在的何主编，在阅读那是谁都不放在眼里。他想怎么着？啊？阅读姓夏，不可能改成姓何吧？那倒是，但是被人惦记总不是什么好事吧？我觉得呀，您应当适当的扬扬您总监的威风，让他知道阅读到底是谁的。其实阅读有您和以沫这对左膀右臂就够了，哪用得着那姓何的来搅和呀？您说是吧？大家好啊！走。坐。人都到齐了吧？啊，那开会吧。哦，对了，那个今天的议题是什么？啊，主要是书展的讨论会。下个月的书展，咱们阅读拟定50本新书参展。讨论会啊，来，讨论讨论。那好，那我来介绍一下编辑部的进展。何主编，我听说你们编辑部放出话来要砍几本书，这让我们策划部的很被动啊。我们跟媒体放出话了，阅读参加书展的数量是最多的。你别着急啊，这当中有些环节你可能还不太了解。哎，说点有用的啊，你就说有多少本书去参展？50本，有难度。有难度？那多少本没难度？我们编辑部讨论过，这次书展的新书，我们决定出18本。多少？18本。来，大家感觉怎么样？少了吧？太少了吧？少了，太少了。阅读图书是民营图书业里面数一数二的。18本？你开玩笑吧？没错，多年来所谓的书展，都是以做大做强为原则。不管怎么样，都要抢到最大的展台，带最多的书。但是今年不一样，据我了解，很多业内公司都已经减少了图书种类，把精力放在精品图书上。现在已经不同往年，一参展就像去自由市场似的，卖书的论斤吆喝。我听你这话是，在座的每一位就你最有经验是吧？哥，你好好说话行吗？夏以沫，这是在阅读公司，不是在家里啊，请叫我总监。好好好。我发现就你们编辑部的人清高是吧？18本，这传出去，以为阅读图书马上就关门了呢。总监，您怎么会有这样的联想？谁说参展的书少，影响力就会小呢？我想，这是您认识上的误区。你说我是误区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敢跟我这么说话？我就是阅读公司未来的继承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只对阅读图书负责，不对继承人负责。哎呀，你怎么说话的啊？你才老几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以后跟我说话一定要想清楚。哥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这是？请叫我总监。好，夏总监，夏先生，来，您请坐。哎，坐。就算夏总坐在这儿，也得听听我们下面人的看法，是不是？我们办书展的真实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出风头吗？何主编，接着说。没错，就像夏组长说的那样，咱们去书展是为了出风头吗？不是。以前去书展的目的，扔滞销书、签合同、拉生意，但现在，很多业内公司都把书展当成宣传平台，推广各自的营销理念。而针对这种状况，我们编辑部重新筛选了参展图书，
形成统一主题，就是为了引起大家注意。何主编说不定压根就赶不出来，说一堆借口为自己开脱吧。啊，那好，如果嫌18本太少，那就增加到25本，但还是统一主题。稍后我们会把主题文案交给策划部，请大家多配合。那好，如果没别的事儿，散会。总监，哥，姨妈，我拜托你，以后不要再对我们编辑部的人出言不逊了。挺抱团啊！怎么，生气了？啊？生气？生什么气啊？你还不承认？刚才我看你鼻子都冒烟了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啊？我代表我哥跟你说对不起啊。其实，他那个人不坏的，就是有一点点小虚荣。他喜欢别人都捧着他，不喜欢别人不尊重他，就跟小孩似的。你怎么了？你看着我干嘛？你不认识我了？没有，只是我没有想到，原来你是夏总的女儿。我警告你啊，我就是夏以沫，不许小瞧我，不许戴有色眼镜看我，更不许背地里瞎嘀咕，说什么哦，这个丫头肯定是因为她是夏总的女儿才干成编辑的，她一定是个蠢材，知道吗？好。你这么八卦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？什么情况这是？好戏！什么情况这是？悠什么呀？悠。谁放这里的？以沫姐，里面有张卡片，你看了就知道了。以沫姐，什么时候恋爱的呀？我们怎么不知道啊？什么恋爱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哎呀！谁让你给我送花的？你不觉得很幼稚吗？给自己喜欢的人送花，这有什么幼稚的？对不起，高总，我还没有做好和你真正谈恋爱的准备，我只是试着和你接触看看，你不要给我太大压力了。那些花，还有卡片，大家都在议论。你不喜欢别人知道我们的事，你就巴不得大家都知道？喜欢一个人不就是应该向全天下告知吗？为什么不能？难道是因为河岸吗？河岸？关河岸什么事啊？我刚才都看见了，你们配合得很好嘛，很默契。以沫，我想提醒你一句，我对你可是全心全意，不要伤害我。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？刚才开会的时候，你为了河岸当场和你哥顶嘴，是个人都看出来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他毕竟是个外人，而夏总监不一样，他是你亲哥。你在教训我？我不是教训你，我是提醒你，阅读毕竟是你们家的产业，以后你和你哥要一起管理的。现在就把关系弄得这么僵，以后很麻烦。高存善，你入戏也太快了吧！我是为了你好。对不起，你和我想象的和来去完全不一样。在我还没有想清楚该和你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之前，请你不要再做类似于送花的举动。哦，还有，我和我家里的事情，我自己会看着办的。喂，哪位啊？说话。
是圆满吗？好孩子，你别哭，跟妈妈说句话，妈妈求你了。我是圆满，妈妈在。我知道我不该给你打电话，我知道我应该在旁边乖乖的等着你，我知道，我什么都知道，可是我就是做不到。妈，你知道吗？我每天早上一醒来，睁开眼睛就想看见你，我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。妈，你不要怪我。妈妈怎么会怪你呢？你给妈妈打电话，妈妈特别的开心。这样吧，咱们见一面。你在哪儿呢？妈妈去接你好不好？我没脸见你。我长这么大，一事无成。尽管我使出了浑身的力气，我拼命努力的干活，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没有用。妈妈对不起你，圆满。妈妈将来一定好好补偿你啊，圆满。对不起，你不要怪我。一墨，你来干什么？刚刚我想了想，我知道我有点操之过急，都是我的错。我现在不想说这些。一墨，你别跟着我。一墨，你别生气了。喂，你这个人。我跟阿姨打个招呼，你走，你别让我到哪。阿姨，行吗？招呼打了吧，你可以走了。一墨，先别让他走。小高，我能打扰你几分钟吗？我特别有时间。阿姨，妈，我的事情您甭管了，行吗？你让他走。阿姨有事儿找我。一墨，上楼去，我和小高谈谈。妈，哎呀，快去。那我就在这儿。怎么这么不听话？快去！哼！小高，哎，阿姨，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？其实，我跟以沫已经正式交往了，我对以沫是真心的。啊，我找你来啊，不是谈以沫的事情，我想和你谈谈你以前的女朋友。以前的女朋友？我以前没女朋友啊。那个金圆满不是你以前的女朋友吗？她其实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女朋友。那你和她怎么回事啊？阿姨，这件事情上您一定要相信我。你只需要告诉我她在哪里上班。您要知道这个干什么呀？难不成您要亲自去找她呀？真没这个必要，您千万别去见她，她跟您没法沟通的。那个女孩脑子有病，丧心病狂。她对我有意思是不假，可是我怎么可能跟她怎么着呢？农村的，进城打工，当然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。我也不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人，关键是我跟她完全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，所以我一直把她当成是一个小妹妹看。我还经常鼓励她，我说即使不念大学，也不应该放弃学习。人和人之间，不就应该有一点这种纯洁的关系吗？可她倒以为我爱上她了，对我那叫一个死缠烂打，还说什么我就是她的希望，没有我她就活不了。其实她就是想把我当成她的跳板，想通过我改变她的命运，能够嫁个好老公，过上好日子。
这不开玩笑呢吗？他也太会盘算了。就这种苦出身农村的孩子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为了达到目的，死皮赖脸，一点尊严都没有。阿姨，说金元满在哪儿上班？文华书店。记住了，以后不要叫我阿姨。先生，对不起，这本书你要买下。为什么？我们书店有规定，书封拆开后的书必须得购买。哪儿写着这规定？你指给我看。这是常识。嘿，一个臭卖书的，敢骂我没常识？我就是不买了。怎么了？你看，你不能走。哎，你还来劲了？你还是不是？啊！是你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还在上班呢，您别这样。你就过着这样的日子，是不是很多人欺负你？不是的，我没事儿。我是不是太唐突了？我不应该这样叫你，阿姨。不，再叫我一声，再叫我一声啊！快点，妈。我妈她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么粗暴？怎么说着说着就动手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一梦，为你受再大的委屈，我都愿意。一梦，咱们相处这么长时间了，能告诉我，你对我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吗？一梦，对不起，存善，再给我一点时间行吗？可是我想，不管是对你还是对我，我们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对方。我希望我们俩是作为夏以沫和高存善那样交往，而不是作为愤怒的小鸟和何来曲。没问题，一沫，你记住，无论多久，我都愿意等你。咖啡凉啊，月满。我从来没有想到过，我自己的亲生女儿在受苦，我也没有察觉到，我辛苦养大的女儿是别人家的。我亲生女儿找到我的时候，我表现的完全不像一个母亲。妈妈，对不起你。妈。别这么说，不是您的错。圆满，你过得好，还说这些傻话干什么？刚才都看见了。过得很好，虽然家里条件不好，但妈妈很疼我，很照顾我。你放心，妈妈一定会把你接回来的。我一定要亲自保护照顾你。妈妈欠你的太多了，
一定要好好补偿你。真的吗？不过呢，这个事情不能着急，这毕竟关系到2个家庭。我压根儿也没有想过离开现在的家，他们也是我的家人，我怎么可能离开他们呢？就像您跟爸爸也不会让夏以沫离开，对吗？阿姨，以后不要叫我阿姨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因为夏以沫吗？因为他，我才只能当你们地下的女儿吗？在您和爸爸的心里，她才算你们真正的女儿，对吗？我们董事长得知阅读签下了墨雨，非常欣慰。他很希望能有机会跟夏总有进一步的合作。我会考虑这个提议的，不过目前呢，还是按照我们约好的方式进行吧。好，这个您放心，第一笔投资款项已经在研究之中，应该很快就会处理。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想马上知道答案。不好意思，我马上回来。到底什么事嘛？我正在谈一个很重要的项目。你想怎么处置咱们的女儿？你怎么想的？你赶快告诉我。你突然跑到这里来，就是为了这件事？咱们女儿的事儿，难道不比你所有的项目都重要吗？好，你别激动啊。等晚上回了家，咱们再商量，好吗？我等不了了，我想马上接圆满回家。圆满当然要回家了，但不是现在，更不是马上。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要确保2个女儿有更好的安排，圆满就回家了。那你什么时候能安排好？你给我一个期限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接我的女儿回家？1周1个月？你别口口声声的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，一墨不是你的女儿吗？那在你心里，谁才是你的女儿？如果圆满现在生活的好一点的话，我不会那么着急。可是这孩子太可怜了，你知道我有多心疼吗？哎呀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老婆，你相信我，我会尽快想办法，给你一个交代，好不好？喂，蛋糕看上去不好吃吗？有你最喜欢吃的黄桃，放久了就不新鲜了。你在哪儿啊？在能看见你的地方。一墨，隔着这样的距离，看着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的你，我忍不住想要告诉自己。这个女孩就是我这辈子要等的人，我愿意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。高存善，以后请叫我存善好吗？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哦，存善，存善。雁西湖，你要带我去雁西湖啊？一墨，你还记得明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明天是我第一次写信给何来去的日子。
你说我们要以夏以沫和高存善的身份彼此了解，我想可以从明天开始，雁西湖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地方，不是吗？何来去先生，你好，我是阅读图书公司的编辑，很喜欢你正在更新的小说，冒昧打扰，请问我是否有机会成为你这部小说的责任编辑呢？以后你可以叫我愤怒的小鸟。喂，老莫，怎么样？臭小子，你让我帮你找的那个人，我已经找到了啊！真的？这丫头好像跟全世界都断交了一样，没有电话号码，没有地址，只有一个邮箱。毕小姐你好，我是阅读编辑部的何安。3年前的今天，我收到了愤怒的小鸟的第一封信。请问，你还记得3年前的何来去吗？祝你们幸福。祝你们幸福。姐姐，姐姐，祝你们幸福。谢谢。什么情况？你们幸福。祝你们幸福。还是给我的？以沫，今天是9月8号，是咱们认识3周年的日子。你说你需要时间，慢慢的将何来去和现在的高存善合为一个整体，就让我们从这儿开始吧。其实，我不是那么浪漫的一个人。其实我也不是。一身轻松，走吧。走。你所描写的地方，是不是雁西湖？你所写的故事，应该是你的真实经历吧？那是一座我们常去野游的地方，路不怎么崎岖，谁走都不费力。高空出现仿佛飞机的闪光，山里一片寂静，能听到的只有鸟叫。在那里面行走起来，觉得现实就好像发生在遥远的国度，跟我们毫不相干。大家一起唱着歌，走在山路上，不时学一声鸟叫。那是个十全十美的清晨。我们一路唱着歌，走在山路上，不时学一声鸟叫，还记得吗？记得，不过没想到，你学的这么不像。那都是小时候的事儿了，现在不太熟悉了。3年了，景物变了不少，但空气里的味道仍然没变。12月来临，早晨的空气开始深入肌肤，只有湖水依然故我，世界照旧运转不休。说起这段儿，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。什么？你是山东人，为什么小说里好像对这儿很熟似的？你知道，这就是小说的魅力，虚构的力量。我父亲早就不在了，可是，在小说里，他能陪我在这儿钓鱼，度过春天、秋天。至于对这儿的了解，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，也是我人生当中最孤独的一段时光，没有一个朋友，所以我常常会独自到这儿来录音，后面就用到了小说里。金元满不是经常陪你来这里吗？
她？你觉得她会是真正了解我的女人吗？直到我遇见了你，愤怒的小鸟。我也不一定是能理解你内心的人。如果你不是，咱们今天就不用出现在这儿了。一毛，3年了，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。高存善，你一条鱼没钓到，又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一梦，我给你准备了惊喜，就在你身后的小树林。我真的很累，别玩游戏了，赶紧回来吧。第一个线索在你身后正对的那棵松树下，我会在这里等着你，不见不散。再过5分钟你不回来，我就先走了。高存善，你真幼稚，讨厌！走了。刚才那个人你怎么不拦住他呀？小树林里最近有好几个地方发生坍塌，每天都有人掉下去。你没看见刚才那个地方写着游客慎入吗？那个人急匆匆也不知道去干嘛，一会儿就没影了。呀，好像快下雨了。哎，是啊，哎，走，赶紧走。走。手机快没电了，高存善，别玩了。终于来了，夏一墨，跟我斗，你确实还嫩了点儿。第2个线索是小说第5章的名字。啊，左边的小路。还记得小说里孩子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吗？有完没完呢？啊！不是吧？这么快就没电了？高存善！高存善！不会吧？又绕回来了？有没有搞错啊？高存善，我命令你现在马上到岔路口来，不然，不会在这个时候没电吧？
终于，迷路的孩子看见那棵歪脖子树，他知道，只要沿着树枝所指的方向走去，就能找到那间小屋。天堂来的人正在那里等着他。老天爷给个面子，别再下了，行不行？谁在那儿？高村山，高村山是你吗？喂，我可不怕你啊！喂，你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何主编，怎么会是你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为什么不能是我啊？再说了，你叫的那么大声，就是湖边的人也会被你招来。我哪有叫那么大声啊？哎，我们别说这么多了，你赶紧带我离开这儿吧。我没有办法带你离开这儿。为什么？你也迷路了？不是迷路，是不顺路。我还有别的地方要去，你自己赶紧想办法回去，快点！喂，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啊？怪不得大家平时叫你吸血鬼，现在下这么大的雨，你怎么忍心把我一个孤零零的弱女子丢在这儿？你好残忍呐！不是我残忍，我也想带你出去，但是我还有别的事情。我告诉你啊，趁着天还没黑，你肯定不会迷路的，就沿着这条路走出去。而且我跟你说，这片树林经常会发生塌陷，你自己走的时候小心一点，好吗？喂，何主编，你就帮帮我了，我好想回家，你就带我出去吧。我们小心一点嘛。没有关系，夏组长不用怕，你自己走，沿着这条路走就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自己走就自己走，我会自己找到出路的。哼！你看我说过吧？你看，你不听我说的话，现在好了吧？走了。不要管我！真不敢相信，这是一家餐厅。我家金饭碗跟这里就没得比。金饭碗？哦，是我妈开的一个小店。你要是喜欢这儿的话，可以经常来。今天妈妈就在这里给你办张会员卡。不用，我不喜欢在这么气派的地方吃饭。我妈妈说了，饭菜太贵就不是饭菜了，那吃的是钱。我们家金饭碗的饭菜啊，一直都很便宜的。对不起，我是不是不应该说这些？没关系的，在妈妈面前不要拘束。再说了，妈妈喜欢听你讲一讲你自己的事情。那你是不是经常带以沫来这里吃饭啊？以前的时候经常来，现在她长大了，有自己的生活了，来的就少了。如果是我，我天天陪妈妈在这里吃饭。这什么地方？好黑啊！这哪儿啊？这是哪儿啊？这里是小木屋哎。废话。我说的小木屋，不是那个小木屋，我说的是我小。说了你也不知道。哎，你怎么知道这的？就你知道，我就不能知道？我知道和你知道能一样吗？哎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大概10年前，有几个美国徒步爱好者来到这里，突然间下了一场大雨，那场雨下了好几天。后来他们在这里建了这个小木屋，而且秘密的在这里住了好几个月。后来被景区的人发现了，还被罚了款。这么说，你是一个徒步爱好者了？我不是，我只是知道这里而已。看来你不只是知道这儿了。我来过几次，这儿有个传统，凡是在这里休息过的人，都必须在走之前，把自己剩余的物资留下来，以保证下一个过来的人不受困顿。没想到这个传统还留着。哎，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。啊？手机借我用一下。我没带。你没带手机？怎么还会有人出门不带手机啊？我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，我都不带手机啊。啊！完了完了！看来我们要在这里过夜了。我想回家啊！把衣服脱了。你说什么？把衣服脱了。何主编，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你不把衣服脱了怎么烤干啊？你穿着湿的衣服会感冒的。当然，如果你想感冒，我也没有意见。你看吧。你在这我怎么脱衣服呀？尝尝看，看看喜不喜欢。怎么了，圆满？不喜欢吗？多好看啊！这些吃了怪可惜的，就这么看着，我就觉得很幸福了。怎么了，圆满？没有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东西，我想把它拍下来，带回家给我妈妈看，我妈一定很喜欢。您说呢？这些东西再好看，也不过是些饭菜，要趁热吃。什么东西啊，吃到肚子里都一样的。为了这些苦，不值得啊！那我准备吃了，多吃点儿。你太瘦了，妈妈以后一定把你养得胖胖的。嗯。真好吃，我从来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您是不是觉得我很丢脸啊？无论你做什么，妈妈都不会觉得丢脸。以后妈妈要让你享受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每天能够在您身边看见你，就够了。妈，您吃吧，别哭了。你也是，多吃点啊。
想感冒啊。那你干嘛当着人家的面脱衣服啊？你不想看可以缩进去啊。讨厌！哼！怎么这么多东西啊？还有泡面、露营啊！要你管！啊，脱衣服呢？哎，那有2盒泡面，还有2瓶矿泉水，2个饭盒。我现在好冷，没办法亲自动手，麻烦你煮一碗泡面给我吃啊。哦，还有，把那个瑞尔递给我。谢谢啊。我求你了，赶紧缩回去，我都脱衣服。煮好了，叫我。到了吗？哦，前面就到了。这什么地方啊？那么僻静，安不安全呢？晚上回家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不会的，放心吧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我们这儿啊是3不管地带。过一阵儿回家就好了啊。哎，停！怎么？到了？你住在哪儿啊？前面一点点。我还是送你到家门口吧。外面那么大的雨，天又那么黑，妈妈不放心啊。我就想在这儿下，我跑2步就到了，淋点雨没关系的。怎么了？你是觉得不方便吗？万一被我妈看见就糟了。我还没有把这个事情告诉她呢，她要是知道了，一定很不开心。说不一定，她都不会再让我见你了。妈，对不起啊。唉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亲生的母女都不能够堂堂正正的见面。您不是也没跟以沫说吗？哎，圆满，圆满，不管怎么说，你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妈妈今后的人生目标啊，就是让圆满能够过得幸福。所以呢，好好照顾好自己，等妈妈来接你啊。谢谢妈，那我走了。嗯。您路上小心啊。哎。拜拜。妈，妈！哎，圆满！哎呀，淋着了吧？哎呀，你看，你会感冒的。一直跟你联系不上，就怕你没带伞。哎呀，都快急死我了！怎么这么晚呢？加班啦？没有，我去见了个朋友。见朋友？嗯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男的？嗯。谁呀？我认识吗？您不认识，他姓何，人很好，很有文化。又是文化人呐！哎呀，圆满啊！这文化人的亏，咱可是吃够了呀，咱可得小心着点，别又被人欺负了。圆满，妈，你想什么呢？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我了。哎，面好了。哦，面好啦。快点啊！快点！
跟你男朋友一起来的？我才没有男朋友呢。 2个饭盒，2份泡面，还有2瓶 Rio， 你骗谁呢？我夏雨墨才不会有男朋友呢。小心被呛到啊！我才不会被呛到了。哎呀，你真是乌鸦嘴！我从来没有发现，泡面是这么好吃的东西啊！特别是在这种下雨天，在小木屋里烤着火，吃着这一碗热腾腾的泡面，再配上我最喜欢的 Rio， 幸福真的超简单哦。最好的搭配啊，是馒头跟榨菜，馒头放在火上烤焦，然后夹着榨菜一起吃。看不出来嘛，你这个海归河主编，原来这么的乡土。在馒头片上撒上白糖更好吃。以前我在等鱼上钩的时候，一边用火烤着那个馒头，再撒点白糖，一边听着鸟叫声，那种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。你也喜欢钓鱼啊？以前钓过。我爸也很喜欢钓鱼，他每次带我去钓鱼的时候，一条都钓不到，因为我总在旁边捣乱。不过我爸还是很喜欢带我去钓鱼。哎，你会钓鱼，是不是也是你爸爸教你的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哎，这衣服干了，穿上吧。谢谢啊。喂，哪位？阿姨，我是小高，以沫回来了吗？你找以沫干什么？我和以沫今天来雁西湖录音看流星雨，现在以沫不见了。什么？你把我们家以沫弄丢了？高存善，你赶快把以沫找回来，不然我不会原谅你的。你今天为什么想一个人待着？啊？你之前不是说，因为想一个人待着，所以没带手机吗？哦，没什么。今天是周末。以前也常这样。好奇小姐，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？不想说就算了。我喜欢一个人待着。难怪你都没有女朋友。你还不是一样？我不喜欢一个人待着，我喜欢和我爸爸妈妈、我哥，还有星辰那个家伙在一起，当然还有我的同事朋友们。一个人待太久了会闷出病来的。总之啊，你就是个怪人。以前也有一个人这么说过。女朋友？你今晚睡床吧。放心，这个睡袋很干净的。今天下了雨，你睡地板不好。哎，让开让开。喂，睡了吗，怪人？干嘛？你是不是有很多秘密啊？为什么这么说？直觉呗，觉得有好多事情你都不想说。睡觉吧。又来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很喜欢夜空中的星星。哎，对了，你会唱小星星吗？不会啊。
那我教你好啦。好啊。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,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。你有跑调哦。何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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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啊？快出来啊！我不怕，我不怕。何安，何安，原来你怕黑啊！原来你还会学鸟叫，还会爬屋顶啊！我还会学狗叫呢。上来啊！我才不要！上来，有好东西给你看。不要！我跟你说啊，我要摔下去了，你给我负全责。嘘。看。哇！好美啊！没忽悠你吧？地球上最远的距离，不是树枝无法相依，而是互相瞭望的星星没有交汇的轨迹。曾经有人说过，互相遥望的星星，远远看上去会很美，但其实，它只是一个蜡烛，一个灯泡，一个火把，仅仅如此而已。你以为你爱上了那些星星，但其实，你只是爱上了自己的所爱。你看，这就是萤火虫啊！这是地上的星星，无论多远或多近，它们依然在那里闪烁着。你笑什么？好像你抓到了一样。过来看啊！你看，你抓到了？当然了。看啊，你骗人！我真的给你抓一个，真的。张什么嘛？你看，哇，在里面！来，把瓶子给我，把瓶子给我啊！有什么嘛？不就是一只吗？一只也是我抓的。轻一点。快盖上，会飞走。哎，不用，着什么急啊？你看着。快盖上，小心不要飞走了。看一下。哎，不要摇，它那么小。
嗯。你怎么知道另外一只会飞进去啊？因为地上的星星在夜里不停地闪烁着，只是为了等对方的出现。飞吧，星星。沿着木屋旁的小路出去，前2个岔路都是右转，最后一个岔路左转，就能看到出口。路可能会很泥泞，注意脚下不要滑倒，不要像傻瓜一样东张西望。找了1个晚上，这儿是最后一个地方。如果这儿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只能先回派出所了。高总，何主编？干什么？何安，你把夏一摸怎么着了？哎，高总，先别急，你先别着急，好不好？高存善，你在干嘛？夏一摸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1个晚上，你们就在这儿鬼混？你在说什么呀？什么鬼混？孤男寡女在这儿待了1个晚上，不是鬼混是什么？你以为别人都跟你似的，满脑子的下流想法？要不是因为你那个什么破游戏，我会在这儿吗？如果不是何爱，我现在是生是死我都不知道。你走开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你们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啊，我先走了。什么？把话说清楚。哎，高总，何安，不好意思，你得跟我们回去登记一下。登记？登记什么啊？这位先生报了警，现在我们已经进行了立案，所以得跟我们回去销个案。好了，说说昨晚的情况吧。对，好好说，必须1五1十的说清楚。这位先生，麻烦你出去等一下。我为什么要出去？我报的案。你情绪太激动，妨碍我们做笔录。我激动吗？请出去。姑娘，你是不是被绑架了？不是啊，他是我们编辑部的主编，不是绑匪。当时啊，我迷路了，外面又下着大雨。我心里想，我这次肯定死定了。可是没想到，他居然出现了，真是叫人意外。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居然碰见那个冷血动物。冷血动物？他不是什么好人吧？我曾经也以为他不是好人，因为有时候啊，他真的很霸道，很不讲道理。可是，他把我从暴雨中解救出来。还把小木屋让给我换衣服，自己却在外面淋雨。哎呀妈呀，太感人了！你俩一定是在谈恋爱吧？我告诉你啊，大妹子，你俩以后肯定有一段不平凡的爱情。是吗？那肯定啊！谢谢你，警官姐姐。那行，祝你俩幸福啊！嗯。
什么不平凡的爱情？和谁呀？何安吗？我问你话呢。忘了吧，忘了愤怒的小鸟和来去。以后，我们还是好同事。难道你为了何安，要忘记你等了3年的何来去吗？再见，何来去。这确实是一件非常特殊的案例，法律上只承认户口关系的亲子关系，所以就算是亲生孩子，如果没有法律上的证明，那么也不可能享受到包括继承权在内等等的权利。但是在这个案例中，最关键的地方不仅仅是利益，而是感情的投入与回报。您试想一下，2个孩子，不管是哪一个，贸然进入一个新的家庭模式之后，必然会存在很多问题的。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的话，那最终只能够进入司法程序。在我所经手的案例中，只有因为利益冲突而瓦解的家庭，还从来没有因为钱而修复感情的家庭。现实是很残酷的。经济补偿能填补这30年感情上的空缺吗？我家就在这附近，开了家餐厅，叫金饭碗。啊，里边坐。想吃点什么呀？来，给菜单，你看看。哼，这下好了，小混混歇着了，换成老大上门来了。您是老板娘吗？怎么着？告诉你啊，你找的人不在，我可1分钱都没有。我不找什么人呢。不找人，那你找事儿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不怕你。你误会了，我是来吃饭的。哦，吃饭的。嗯，对不起啊，我还以为你是来追债的呢。我路过这里，看见你们招牌写着陕西风味小吃，我想起来啊，好久没吃凉皮了。你喜欢吃凉皮儿啊？嗯，难不成你也是陕西的？好，陕西呢也可以算是我半个故乡吧。当年年轻的时候在那里插过队。啊。哎呀，当年在那儿吃凉皮那个味道啊，想起来都流口水。你等着啊，今天呀，我让你吃顿地道的凉皮儿。好。您当年在陕西哪儿插队呀？神木县。真的，我们老家也是神木县的。是吗？真巧。高家铺您听说过吗？高家铺我记得呀，那个时候坐马车3个小时就到了。对呀。好了，来。好。哎，等等，来。谢谢。尝尝，看是那味儿不？嗯。啊，是那味儿吗？嗯，就是这个味道。没想到这么多年以后啊，还能够吃到。那是啊，老乡做的嘛，味道就是不一样嘛。我这儿啊，做不了什么大菜，但要说这凉皮儿啊，那可是1等1的好吃。嗯。对了，您这个店开了多久了？10多年了吧？那就是说，你也来了10几年了？啊，没有，这饭馆开了10多年了。要说进城嘛，这个前前后后加起来也有小30年了。嗯。开始的时候啊，没开饭馆，杂七杂八的，那是什么活我都干过。后来呢，就开了这家饭馆，这日子呢才算安稳了一点儿。你有几个孩子？我有3个闺女。闺女好啊，
老话不是说，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吗？你还有3个。对呀。不过呀，我们家这个老大和最小的呢，那不让人省心。可是我们家二姑娘那是最孝顺的，她也最踏实。她叫圆满，又当儿子又当闺女用，帮了家里不少忙。圆满，这个名字起得好啊，圆圆满满的，喜庆。她呀，出生那天月亮很圆，是好日子，这命里水多，水多就收成好啊。哎呀，可惜呀，都怪我把她给耽误了。怎么了？当年正赶上他高考，他爸呢在工地上干活受了伤，结果他就没上成大学。哎呀，我们这二姑娘啊，她什么都好，就是命苦。你说到现在也没找着个像样的对象。可是如果自己的条件不好，不一定找得到好条件的人呐。哎呦，话可不能那么说。你有孩子吗？不瞒您说，我也有一个女儿。也是啊，这头等大事啊，急着呢。那你还说这样的话呀？什么叫条件好啊？哦，有钱、有地位、有文化，那就是条件好啊。那要是人品不好，一肚子花花肠子，那就是有钱、有地位、有文化，那也没用啊。姑娘跟着他照样吃苦，不是？您说的有道理。怎么，想不想再来一份啊？好啊，吃不完，打包带回家吃。好啊，那我给你做去啊。这是地上的星星，无论多远或多近，它们依然在那里闪烁着，只是为了等对方出现。何来去你好，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封信。李鬼遇到李逵，难道就束手待毙吗？因为我对你没有那种感觉。那种来电的感觉，那种一天见不到你就活不下去的感觉，那种可以为了你去死，就算死也要和你在一起的感觉。忘了吧，忘了愤怒的小鸟何来去，我们还是好同事。谁说李鬼斗不过李逵？等着瞧吧，何来去。哎，你去他们家怎么样啊？咱们要带走圆满，他们家会出什么条件？什么条件呢？你当这是交换人质啊？啊！一上来就跟人家谈条件，人家非把我赶出门不可。金家不是这样的，人都挺好的。圆满多在那儿待一天，就多受一天的苦。哎，人家好歹都是正正经经靠双手挣饭吃的，母女感情也好，能够在这种环境之下生活，也是一种幸福。感情再好也不是亲的，我这个亲妈就不好了。好，都好，两个女儿也好，一个是亲生的，一个都养了快30年了，啊，就算不是亲生的，这30年的感情也抹不掉啊。人家养我们的女儿也快30年了，我们是舍不得以沫，他们也舍不得圆满呐，很可能会出乱子，所以这件事情啊，一定要好好的计划。你有什么计划？来这边坐，来你坐。我觉得呀，好在他们两个都是女儿，而且他们的人生首要任务不应该是事业，应该是家庭，所以呢，当务之急啊，替他们找个好的归宿，
等他们有了好家庭呢，那我们父母这边有什么变动都没事了。你的意思，想帮圆满介绍男朋友？你认为圆满现在的情况能够找到好的吗？怎么不能啊？咱们圆满啊，又好看又善解人意，谁娶了她那是她的福气。可是现实啊，很残酷的，要不然圆满怎么会被抛弃呢？哎，老婆，你冷静想一想，圆满读书不多，就算我们为她开发布会，告诉全世界的人她是我们的女儿，对她有帮助吗？她回来以后，可以去阅读公司吗？可以继承阅读公司吗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圆满不能像以沫一样在阅读公司工作就不能回家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我们一定要替她好好打算。你有什么打算？你快说嘛！我打算送圆满出国。前30年咱们女儿是在别人家长大的，这一天家都没回你就送她出国啊？你这个叫做妇人之仁，你想想看，你觉得一时的天伦之乐重要呢，还是你女儿终身幸福重要？你不能够总想把女儿留在身边，能够保护她。等圆满出国学习多年，开阔了眼界，各方面都得到提升，然后再回来，整个局面就不一样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那以沫呢？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以沫真相？我想，等以沫结婚的时候再说吧。我真的不是不想要圆满回来，而是不敢。之前为了高存善，他们2个已经闹得不愉快了。如果圆满真的回来了，会不出事吗？只有送圆满出国这一个办法吗？30岁不算太晚，大好的人生才刚开始嘛，还来得及。更何况，可以给以沫一个缓冲，要不然他也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啊。老婆，就这样定了啊。子，夏组长早。你好吗？好。那天，在小木屋。夏组长，那天在小木屋的事，换做任何一个人，我都会这么做。忘了吧？为什么要忘啊？因为它没有任何意义。一沫姐，高存善出事儿了，出什么事了？听说是自杀，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。自杀？前几天还好着呢，这才过了1周，怎么就自杀了呀？不会是为情所困吧？一沫姐，哦，难道是以沫抛弃了高存善？你们俩太三八了。高存善，你的生命难道就这么廉价吗？我们之间怎么着了，你就要自杀？你难道不知道自杀是懦夫的行为吗？自杀？谁告诉你我自杀？那你为什么躺在这儿？我的事你别管，你走吧。高存善，医生，我想休息，请您让这个女人出去。这位小姐，病人需要休息，还是请您出去吧。啊，医生。唉，现在的年轻人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。他真是自杀呀？就算不是自杀，也算是一种慢性自杀吧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这是药物成瘾症。听这位先生说，他已经戒药很久了，但是很明显，他又开始重新服药了。怎么会呢？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吃药。那能让你看见吗？要不是昨晚服用药物过量住进了医院，说不定你们现在还蒙在鼓里呢。说起来，也算是一件好事吧。
你这个病多长时间了？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我是班里最穷的学生，为了省钱，经常不吃早饭，1个月30天，有28天都在胃疼，一直靠止疼药撑着。后来终于撑不下去了，就进了医院。在医院的时候，我碰见一个美国女孩，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她得的是什么病。她对我很好，不嫌弃我是个穷学生。有一天，她拿了一些药片给我，说是最新的止疼药。我当时没多想，可是我发现我没过多久，我只要不吃那些药，我就会心慌意乱。当我再次找到她的时候，她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。说我不给她钱，她就不给我药，我就到处去打工，去餐厅里给别人洗盘子，甚至给有钱的人遛狗，挣的钱都进了那个女孩的口袋。我现在才突然明白，像我这样一个穷小子，怎么可能会有女孩真正的喜欢我？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难道不是吗？即便是你这只愤怒的小鸟，也只是喜欢那个虚幻的何来去。是啊，你可以幻想他是一个翩翩君子，而不是像我这样。你说自杀是懦夫的行为，可你知道一个懦夫要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坚强地活下去吗？你想听的故事我已经讲完了，如果你对我还有一丝同情的话，我请你不要告诉别人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人呢？喂，妈，你电话。妈。哦，知道了，你放在那儿吧，我一会儿回给他。好。宝贝。我路过一间冰淇淋店，就想到你了。我很想和你一起去吃冰淇淋。我昨天又梦到你了。虽然我知道这样不对，但我真的好想你。以沫，你怎么随便看妈妈手机啊？你给我。这宝贝是谁？什么宝贝啊？你给我。妈，你什么情况啊？这个男人到底是谁啊？难道你背着我爸在外面？给我！我不给！你给我！你不说我就不给。虽然我不给，你给我！不给！怎么样？你给我！就不给！你说，你给我！你不给！干什么呀？爸，您回来了。没大没小的，什么时候轮到你管我了？上楼去！我不去。你不去啊？你不去，我去。老婆，我告诉你啊，最近你的情绪不对啊，要稳住点啊，不要因为圆满的事情对以沫有什么看法。你说什么呢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以沫的妈妈。那你为什么3天2头的跟以沫起口角呢？怎么了？刚才以沫啊，看到圆满的短信了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啊？放心吧，我没存圆满的名字。宝贝，宝贝就是圆满的。哎呀，刚才以沫啊，一直逼着问宝贝是谁，我都快烦死了。整天偷偷摸摸的，算怎么回事？我们不是都商量好了吗？要收敛一下呀。收敛？我怎么收敛啊？我自己的亲生女儿连短信都不能发了。孩子都长大了，都不是傻子，你非要把这个家搞得鸡飞狗跳才高兴啊？收敛一下啊！
他这是药物成瘾症。听这位先生说，他已经戒药很久了，但是很明显，他又开始重新服药了。你说自杀是懦夫的行为，可你知道，一个懦夫要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坚强地活下去吗？夏组长，那天在小木屋的事，换做任何一个人，我都会这么做，忘了吧？因为它没有任何意义。尹墨啊，尹墨，你干嘛呀？吓我一跳！我不是敲门了吗？你没听见啊？什么事儿啊？还能什么事儿啊？不就是你赶走高老师的事儿吗？我什么时候赶他走了？明明他自己要走的。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。听过这句话吗？知道什么意思吗？虽然说高老师是自己走的，那还不是因为你。你绕来绕去烦不烦啊？有话就直说，到底要干嘛？当然是把高老师给我找回来了。干嘛非得找他呀？天下老师那么多，再找一个不就行了？因为高老师认真负责，是真心对我好的人，你必须得把高老师给我找回来，要不然我就不上学了。哎呦，哎，我说你多大了，你还跟我在这撒娇耍赖？不上学就不上学，我才懒得管你。夏以沫，我以叔叔的身份命令你。哟，来劲了是吧？来劲了是吧？你得了，我知道了，把他找回来。你说的啊？姑娘，你找谁呀？阿姨你好，请问一下高存志是不是住这儿？啊，存志啊，他在这儿。你是存志的朋友？对。啊，那跟我进来吧。哎，这个很沉吧？我帮你。别，这个太沉，把你衣服弄脏了。放下。哎，我们这个鬼地方啊，隔3差5的停水，要是不把这个水备足了，明天就开不了火，做不了生意了。我在哪儿见过你吗？是吗？我看您也有点眼熟。哎，奇怪了，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啊？怎么，不欢迎我进去吗？请进。你来干什么？你来看看骗子的家长什么样子，是吗？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星辰他很想你。那又怎么样？你当了骗子还想再当逃兵啊？什么意思？星辰还没有考大学，你既然已经教过他，就应该负责到底。我只是个冒牌大学生，根本没有资格当他的老师。当家教还有什么资格啊？星辰他喜欢你，也信任你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师。你不能因为我而迁怒到星辰。我是我，他是他，就像你是你，你哥是你哥一样。你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大道理了。我只知道我们都互相伤害过，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信任。还有，我不希望你再提到我哥。你和他的事情，我根本就不想知道。你就是这么当弟弟的？你知道他现在有多痛苦吗？他现在在医院里。你说他在医院里？他因为药物成瘾，服药过量。怎么可能这样呢？高存志，我相信你是一个好人，但你是一个从来都不屑于了解别人的好人。别说我了，就说你哥，你又了解他多少？我今天来见你，完全是为了星辰，不是为了我自己的事情向你道歉。就算你不原谅我，我也无所谓。
但是星辰，他一直在等你，所以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你愿意，请随时回来当星辰的老师。我先走了。我在开会呢。夏总早。夏总，请坐，坐。在大家开始讨论之前呢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向大家宣布。现在读者呢是越来越年轻化了，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也要年轻化。所以我决定，这次前来参加庆典的嘉宾们都要突出“年轻”二字。所有的作家、业内同行、领导嘉宾、媒体、记者，都要邀请年轻人。年龄方面呢，最好就是在30岁到35岁之间。夏总，这平常我们经常来往的书商，还有领导里面，很少有年轻人。你动动脑筋嘛！就算是领导年纪大了，也希望他们能够带2位突出的年轻助理，或者是下级。我希望优秀的年轻人能够聚集一堂，能够相互交流。夏总，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一定要年轻化呀？我们签约的作家当中，只有少数几个青年作家，还有我们最近刚刚签约的莫雨墨大师，咱们不邀请他吗？夏雨墨，你怎么这么笨啊？为什么要年轻化？啊，还不是为了你啊！我怎么了？好了好了，大家分头准备吧，围绕“年轻”二字，讨论就交给你们了。夏总，我平常看你特别机灵，怎么一到关键时候，脑子跟缺根筋一样啊？我缺根筋，你呀，你缺2根筋。切！爸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只邀请年轻人参加15周年庆典？再过几个月，你就30了吧？那又怎么样？终身大事啊，这个词啊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怎么样？你有没有认真考虑过？您不会是真的想借这次15周年庆典给我相亲吧？爸，怎么说您都是这么大一间图书公司的老总，用不用这么老土啊？我老土？对，我老土，你不老土啊？那我就听听不老土的话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您知道韩国的女总统朴槿惠吗？她说：“我没有丈夫，没有父母，没有子女，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。而我夏以沫比她幸运多了。我都有您和妈妈了，我还有那么多干嘛呀？”朴槿惠把自己嫁给了韩国，我夏以沫就把自己嫁给阅读图书公司。我会为我的梦想奋斗终生的。再说了，以前您不是一直都站在我这边的吗？怎么突然就转向了？说不出话来了吧？我先去忙去啦。喂，把剩下的给我。你说，
我不懂一个懦弱的人需要多勇敢才能活下去。对，我是不懂。那我希望你告诉我。喂，你为什么要管我呢？为什么不能让我安安静静烂掉算了？阅读图书公司在本月底将举行15周年的庆典，也邀请了我们文华书城。这是一次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啊，我们可以很好的去学习和交流一下。所以呀，书店决定，在下周销售榜的前2名，将有机会和我一起去参加本次的庆典活动。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工作，好好努力啊，争取好的成绩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好，干活了啊！你好，阅读图书去年推荐的这本书一直热销到今年，而且呢，也算是文史类图书的。这是我们新上市的文学丛书，很多报纸还有媒体的读书栏目。这是我们新出的童话书，特别适合小朋友看。你看，里面还有精美的彩色插图，要不要看一下？哦，好的，我们先看一下吧，谢谢。你好，当代文学丛书呢都在这里了。喜欢看什么？那边那排书架也按照各类文学奖项进行了分类。啊，还有休息区那边有椅子，您可以坐着慢慢看，慢慢选。不过您刚刚看的这本书呢很受欢迎，您可以看一下。累死了！别说前2名了，就连拿第3都好难啊。圆满姐，还是你厉害，这么快就排第2了。哪有，只是我运气比较好而已。不过最近文学类的图书好像还挺受欢迎的。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嘛。你最近只要一闲下来，就是背书单、查资料。你做了这么多的准备，看来真的是很想去参加这次庆典呢。我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好想过去看看那边到底是什么样子。放心吧，你一定能行的。你把第3名拉开好多呢，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，其他人怎么也赶不上了。前2名肯定有你，加油，加油！我宣布，本周的销售冠军是金圆满，掌声！各位，这位就是我们文华书店今年的销售冠军，金圆满小姐。还有，我要借这次阅读15周年庆典的机会，向大家宣布，金圆满小姐才是我夏烈阳的亲生女儿。妈，这儿，您来啦！我跟你说啊，这段时间我在打一场硬仗。什么硬仗啊？我要拿到本周的销售第1，这样我就可以参加阅读图书公司的15周年庆了。傻孩子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阅读啊，是咱们自己家的公司。这样吧，妈妈给你安排一下，明天啊，把请柬给你送过来。不，我要靠自己的努力争取到这个名额。我希望能够在庆典上爸妈看见我，为我骄傲。我一定能够成功的。妈妈支持你，不过呢，再忙也要好好吃饭，可要注意身体啊。
这是妈妈给你买的营养品，国外进口的。工作再忙也别忘了吃。对了，妈妈还给你买了一些衣服，一年四季都有。妈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弄得好像咱们以后都不见面似的。圆满，咱们以后确实要少见面了。为什么呀？暂时的，忍一忍，过了这段时间。因为夏一墨吗？您还没有跟他说，我才是您的女儿，对吗？圆满啊，妈妈一时间没有办法说出真相，给妈妈一点时间好吗？那我可以打电话给您吗？电话也要少打了。您就这么厌烦我吗？不是的，圆满。我知道，也许在您的心里，我就是一个小玩意儿，新鲜了几天，现在腻了。我长得不漂亮，又不聪明，也没读过什么书，又不能给你们争面子，所以你们就不要我了，对吗？妈妈怎么能不要你呢？你是妈妈的亲生女儿。圆满啊，我和你爸爸商量好了，想送你出国读书。出国？为什么？你一直没上大学，不是很遗憾吗？妈，你知道我最想要的是什么吗？我最想要的只不过是跟我亲生父母在一起。出国，渡劫。我要是不渡这个劫，您是不是觉得我拿不出手？原来，流着同样血液的亲生父亲母亲，也一样会嫌弃我。这些东西我不要，就算是没有这些进口的营养品，我也死不了；没有那些漂亮的衣服，我也冻不死。再见，廖阿姨。圆满，圆满，圆满，圆满。圆满，你听我解释。还解释什么呀？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不是傻子，也不是小孩子。我知道，因为夏一墨，因为你们担心夏一墨接受不了，所以宁可让我失望。妈。以沫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妈，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她是我朋友的女儿。朋友的女儿？哪个朋友的女儿？哎，廖阿姨，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我会代你向我妈问好的。廖阿姨再见。妈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有什么资格过问我的事儿？我的事儿轮得着你问吗？我就是问问，你干嘛发这么大火呀？怎么样啊？最近的销量？还行，你呢？还不错。哎，教辅部怎么那么多人啊？听说是一个什么教辅材料上市了，有传言说这个教材的编委很有可能加入今年高考的出题组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反正这些人一大早就过来排队了。是吗？圆满，听妈妈的话，出国吧。啊！想把我支开，我绝不允许。哎，您好，要不要看看这本书啊？人民出版社的必读经典。谢谢，不用。看一下这本书，请看一下这本书。哎，您看一下这本。您好，这本书呢是人民出版社的必读经典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想问一下，这儿怎么了？
拆迁嘛，这回去倒了多少年了？拆迁？何来去？哎，别扔了，这是我的信。怎么说都以为是借口，关上耳朵却找到出口。何来去？你还在那里吗？还在那间寂寞的、能听见风声的房间里吗？即使你消失了，杳无音讯，但在我的世界里，始终都有那样一个房间，静悄悄地存在着。这是我给你写的第一封信，它也会和你一样，消失在虚空里了。收获，路已经难走，不退后也不强求。我想要的快乐，一天天，一点点够了。今天是我们文化书城满堂红的一天，我们已经创造了文化书城销售历史的奇迹啊！所以啊，我们的销售榜也发生了一点点戏剧性的变化。那么，我现在宣布一下本周销售的第一名。本周销售冠军是教材区的赵敏敏。那么，原来的销售第一名呢，就变成了第2名。你们2个下周都跟我一起去参加阅读图书公司的15周年庆典。这不公平！什么不公平？那个销量是天上掉下来的，又不是他们自己努力得来的，怎么能算数呢？我知道你这个星期很用功、很努力，但是竞争就是竞争，需要靠数据来说话的。再说了，你凭什么说别人就没有努力呢？元马，算了，不就是个阅读周年庆？你懂什么？你什么都不懂。哎！妈，我该怎么办？妈，您不用再安慰我了，反正我已经输了，我也没心思买衣服。越不开心啊，越要好好散心。买衣服有什么用啊？反正我都去不了了。不管去成去不成，都要好好准备。妈，原来你早就……可是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参加庆典，我想让您跟爸为我骄傲。知道你很努力，所以我今天才要好好奖赏你。妈妈今天啊，要给你买一件最好看的衣服，我要让你漂漂亮亮的去参加庆典，让大家都看看我女儿多优秀。怎么样？不好看，不适合你。哦，那我再去换一件。不够大方。不好看，我不喜欢。妈，是您太挑剔了，我觉得都挺好的。要不，我就拿我身上这件吧。明天那种场合可不能凑合，要买就买最好的。元满，这件不错，试试看。是很漂亮。元满，这件不错，试试看。哇，是很漂亮啊。
这太贵了，我不要。不贵。服务员，给他拿一件试试。好的，你稍等。这才是我的圆满呢。哎，服务员，就这一件了，找一件包起来啊。好的。哎，别，这衣服太贵了。不贵的，要是你从小在我身边长大就好了。妈，您对我太好了，我一直觉得很内疚，我觉得对不起尹墨。你想太多了，他是他，你是你，不一样的。可我觉得还是很不安。妈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也给尹墨买一件，她穿着一定非常漂亮。再说了，我和尹墨毕竟都是妈妈的女儿，你要一视同仁才对嘛。你这么懂事啊，相信以后一定会和尹墨相处得很好。那妈妈就放心了。不过这件衣服呢，尹墨不会喜欢，她有她的穿衣风格，她一向不喜欢华丽的衣服。那我也不要这件衣服了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呀？我应该要向尹墨学习，这种华丽的衣服太浪费了。听你的行吗？买2件，一人1件，这样可以了。真漂亮。噔噔噔噔噔。要是你从小在我身边长大就好了。尹墨是妈妈最爱的女儿，尹墨是世界上最美的大美女。我也爱妈妈，您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了。我干嘛这么感恩戴德？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我的。方经理，我明天想见你们的一个员工，他叫金圆满的，你不会让我失望吧？好。这是我给你写的第77封信，2年就这样过去了。只有当你回头看时间的时候，才会发现时间的无情。即便如此，我也会把你放在我心里一辈子。就算结婚生子，在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上，一定会浮现那个赭石色的湖边，你孤单地站着，等待着灰喜鹊的身影。晚安，何来去？爸，我先出去了啊，一会儿我们会场见。好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来来，怎么了你这样子绝对不成啊！ ？What's wrong？ 衣服啊，哎，去换。爸，我是按照您的要求为今天量身准备的，不美吗？量身准备的，你看你这个乌漆麻黑的这身衣服啊，平常上班穿还可以，今天这么隆重的活动，不行，去换一套，去换一套。爸，人家工作真的好忙的，同事都在。再忙也得换。我告诉你啊，等一下换好了之后，一定要让我先检查。还好我及时发现了，要不然都让你气死了。来，上去。上去。哎呀，上去换衣服，啊，听话。爸，我觉得挺好的。老夏。还是这件西装配这条领带。哎呀，我今天穿什么不重要，关键是以沫嘛。你这个妈怎么当的？我们的计划你都忘了？我给他选了，他没穿。
你去看看。这件不错嘛。进。哎，别找了，别找了，哎，换这件，这件不错。爸，这件哪是我的风格啊？不要。风格什么风格？这件是你妈妈给你准备的，来。爸，我真的没有时间换衣服了，我有好多事情要做。没时间也得换。今天这个场合啊，特别隆重啊，来换上。是不是要爸爸帮你换呢？啊？乖了，哎，一定要换哦！我在门口等你啊，不换好了不许出来。嗯，知道了。喂，我这危机重重，正在突围呢，你们等我好吗？我马上就到。喂，何岸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现在几点了？几点了？快9点了，大家都快忙死了，你还在睡觉？你到底有没有见上墨雨老师啊？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马上去啊。哎，让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爸，行就行，不行也就这样了。我真没时间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真的很漂亮啊。咦？好高档哦！啊！天哪，好漂亮的衣服！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好漂亮哦！好像还是名牌货哎。袁美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就试穿一下。快脱下来！喊什么嘛？不就一条裙子吗？我试试怎么了？这是我的衣服，谁都不许穿。当初是谁说了姐妹同心，有衣服一起穿的？现在怎么了？这个衣服能跟那些衣服比吗？这个很贵的。哈，那你以前就是拿便宜货打发我了，现在有了好东西摸一下都不行啊！没想到我亲姐这么势利。快脱了，快脱！不脱是吧？你脱了，袁美，脱了，衣服都破了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你干嘛那么大声啊？快脱下来，还给我！还给我！你给我出去！好了，二姐，对不起嘛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出去！出去！我再也不想见到你！对不起嘛。怎么办？真了不起！哎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这当明星也不能穿成这样吧？是二姐赶我出来的。你是不是又欺负你二姐了？哪有啊！我就试了一下她的衣服，她大发脾气。妈，您是不是给二姐买新衣服了？可好看了，花了不少钱吧？我也要。
什么衣服啊？死袁美，臭袁美，你赔我衣服！怎么了？你赔我！臭袁美，你听见没有？赔我的衣服！袁美，赔我衣服！出去，我不想看见你。袁美，妈，这姐妹之间吵架，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啊？哎，这是什么呀？给我看看，这哪儿来的？这得好几百吧？这不是便宜货呀！妈，别逗了，好几百，这得好几千呢。袁美，啊，好几千呢，这哪儿来的呀？最近你老出去见朋友，是什么朋友啊？你可千万别受骗上当啊！虽说你被那个没良心的东西甩了，可咱们是清白人家，这姑娘家家的要自重，做事要有分寸。要是做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来，那会让人家戳脊梁骨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呀。是啊，我就是不想被别人瞧不起，所以才给自己买衣服的。我再也不想被别人抛弃了。我对自己好一点，难道不可以吗？这是你自己买的，妈，我都30了，也该有几件这样像样的衣服了。我长这么大，我从来都没给自己痛痛快快的花过1分钱，我就是不甘心嘛。做得对，做得对，妈支持你。以后啊，你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给那个狼心狗肺的东西看看。没他呀，咱们活得照样好，是吧，袁美？对对对，我也帮着二姐穿。去你的！这是你二姐的心血，你要是再敢碰一下啊，我就撅断你手指头。哎，圆满，这衣服真的漂亮，你穿上肯定好看，你穿上给妈看看吧。啊？哟，这怎么撕了？还不都是因为袁美？你好，我找墨雨老师。啊，莫老师可能还需要些时间，他的发型是很重要的。好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那进来等吧。不用，我在外面等。那我去跟莫老师说一声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头发。这是我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，请相信我，要承认你不过是一个幻影，对我来说真的很艰难。直到我遇见了那个真实的人，那个为我捉萤火虫的人。有一种星星，它们在黑夜里闪耀着，是为了寻找到对方。无论多近或者多远，它们都依然那样闪烁着。再见。愤怒的小鸟，再见，夏一墨。夏以沫。哎，臭小子，我这发型再好，也不会变成夏以沫啊。夏以沫，什么情况？夏以沫就是愤怒的小鸟。夏以沫，你别吓我一跳，怎么回事？哎，臭小子，车在这边呢。老莫，你把你车借我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？哎，我怎么办？你走了。夏以沫，原来你就是愤怒的小鸟。让我来抓住你。行了行了，别难过了，袁美又不是故意的，这口子也不大，缝缝就好了。但是这样就不完美了呀。再贵，它不就是件衣服吗？有那么重要吗？不管怎么样，这也是件新衣服呀，还没穿过就破了。好了好了，这不跟新的一模一样吗？根本看不出来。
姐怎么还没有来啊？不知道啊。莫姐，你这是从灾难现场回来吗？别说了，哎，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差不多。哎，新书广告呢？啊？不会吧？哎呀，没有了。我好像把广告忘在编辑部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你呀，我让你放的，若男，你真是个糊涂虫。这样，你们等着，我回去拿。哎呀，哎。夏雨墨呢？我把广告单丢在编辑部了，一墨姐回去拿了。回编辑部了？主编都是我的错。哎，孙董事长，今天一定要记得把贵公子带来哦。你是说孙准？这还用说吗？我是想把我的女儿啊介绍给你们认识认识。老夏，你还真是个好父亲啊！听说你的儿子非常优秀啊，双科博士，医学博士。哎，孩子们都长大了，我们做父母的能够不操心吗？好，再见。老滑头。怎么样，时间来得及吗？啊，夏总，您的发言一共是5分钟，发言稿已经起草好了。发言稿我自己来好了。怎么，你脸色不太好，不舒服啊？哦，没有，可能一会儿要主持，有点紧张。年轻人嘛，要多见见世面啊，放松点儿，就当是积累经验嘛。那恢复的挺好的。喂，我是孙准，你哪位？我是你爸。你怎么会打这个电话？我要是打你手机，你会接吗？臭小子，你打算跟你爸死扛到什么时候啊？我现在有病人，你有话就直说吧。马上准备一下，半个小时我的车到你的医院来接你。干什么？去参加一个庆典。我介绍一个女孩子给你认识。孙先生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们之间永远没有合作的可能，特别是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没有能力为你的生活锦上添花，最主要是我没有兴趣。孙真，个臭小子！你又吃药了？别管我。我们去医院。今天这个日子，我不想弄得人尽皆知。那怎么行啊？我扶你去休息一会儿吧。走吧。你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is dialed. 你为什么又要吃药？是因为今天要主持，你有压力是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越是这样对我好，我就越是痛苦。你知道今天夏总
安排青年才俊参加这次庆典是什么意思吗？所有人都明白，你不会不明白吧？所以你就继续吃药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无论怎么努力，我离你的距离都是那么远？一墨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爱你？我知道你对我是有感情的，对吗？不然你不会一直在那里等我。为什么你对我总是这样的态度？我就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何来去回来了，反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呢？别说了，我不说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机会跟你说这种话。我也想过，我试图想过把你从我的记忆里抹掉，可是我做不到。我忘不了你，我忘不了那只愤怒的小鸟。既然你是这样的态度，我恳请你以后再也不要管我了，把我忘了好吗？再也不用管我，让我自生自灭，让何来去自生自灭，就当他从来没有出现过。我不会扔下你的。今天是个很重要的日子，大家都需要你。那你呢？你也需要我。我也需要你。真的吗？如果我对你而言真的那么重要，那我会一直在旁边，我们一起加油。我会帮你戒掉那些药。郭董事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们请，你们请。谁愿意吃开菜？边请。哎，对了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一会儿见到夏总和夫人，要主动问好啊。圆满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那么重要的场合，咱们的女儿不能来吗？知道吗？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现在不是时候嘛。你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就让他来了，万一出什么麻烦呢？哎呀，出什么麻烦？你可真够狠心的。再说了，圆满啊，也不是我让他来的，是他成为销售冠军被方经理带来的。咱们的女儿很努力。我知道了。今天这么大的宴会，来这么多人，他这身衣服争脸，特别是你，圆满，记住了。行，走。夏总，哎，方经理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欢迎，你好。跟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书城的3位最优秀的员工，来跟夏总打招呼。夏总好，真了不起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老师，您一直想见金圆满，给您带来了啊。继续努力，把书卖好，是一门学问。金小姐，你好。你好，方经理，文华书店是我们阅读最重要的销售通道，一直想找机会来感谢你。哎，哪里哪里，今天一定要尽兴哦。哎，里边请。好，请啊。圆满，原来在我爸眼里，我只不过是金小姐。怎么样，通了没？哎，林姐，一木还没到吗？李木姐还没有到。是啊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这条广告单了。这客人基本上都到齐了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是啊，电话也打不通，要不我去一趟办公室吧？夏总都来了，来不及了。你们听好，别着急，我们按原计划进行，好吧？好，怎么一木还没来啊？连高存善也找不到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好，哎呀，孙董事长，欢迎欢迎！恭喜恭喜啊，夏总！孙准呢？孙准今天正好有个手术，实在是脱不开身呐。
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安排令千金和孙准见面的。那就太好了。哪位是夏家小姐啊？我可是一直听说夏家千金非常优秀，而且才貌出众啊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位就是夏家的千金小姐吧？不是，我女儿夏雨墨还没到呢。是吗？哎呀，看来我真是年纪大了。孙董事长，吃点东西。来，请。来，请吧。金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臭小子，哎，你什么情况啊？啊，你把老头害惨了！你知道不知道？现在周末打不着车呀，什么情况？这么好看呀？不是，你们阅读图书是不是该走年轻线路了？把我这老头就给忘了啊？太不近情义了你！不是，你有点……对不起啊。怎么了？不行，你说了要和我一起努力的。可是我真的很难受。不要怕，有我在。走吧。来了，他们来了。爸，李默来了。什么情况这是？我就说的吧，他们在恋爱啊，空穴绝对不会来风的。瞎说。他这件衣服，我还想问你呢，老夏，你这都有乘龙快婿了，而且看上去这两人还挺般配的，那你还让我儿子到这来干什么呀？这我也很意外。一定要战胜自己，加油，有我呢。好像感情还不错呢。正好今天公开了呀，是吧？就是。各位来宾，下午好！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阅读图书公司15周年的庆典活动。下面首先有请我们阅读图书的创始人夏磊阳先生发言。大家好，非常欢迎大家的光临。阅读公司与出版社合作，从事文化产业产品的策划、制作和销售，一晃都15年了。这些年的成绩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今后呢，我们也会努力的推出更好的作品。高存善，你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啊，你放尊重一点。尊重？你以为你穿成这样，身份和地位就不一样了？你又来干嘛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可不是一般的场合。你要是胡搅蛮缠的话，我可叫保安了。胡搅蛮缠？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，你才肯对我死心？我早就对你没有感情了，抢你的瓜不甜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和夏以沫已经是一对了，你难道没看见吗？你以为你穿的跟他一样，你就能变成凤凰？醒醒吧！聪明的话，赶紧离开这儿，这不是你这种人应该来的地方。我这种人是什么人？高存善，你还真以为自己是根葱啊？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，我想要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。我现在就非要来这种我不该来的地方好好玩一玩。怎么了？
不高兴啊？那你当着大家的面和我走啊？金小姐，你为什么会有这件衣服？我为什么不能有这件衣服？我不是说你不能有，我是问你，这件衣服从哪儿来？谁给你买的？你的言下之意就是，我买不起这件衣服。你和我妈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这个问题，你应该去问你妈。我偏要问你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义务回答你这个问题。干嘛呢？我在祝这位夏小姐能够跟你一起白头偕老。一芳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李默，来，给你介绍一位前辈，来。李默，快叫孙伯伯。孙伯伯你好。她就是我的女儿夏以沫，她在阅读呢，做编辑。这次能够签到墨语啊，就是她的努力。早就听闻夏家千金十分优秀，今天看到本人，比传说中更加出色啊！孙伯伯，您过奖了。她是从最基层开始做起的，一直以来呢，她都非常努力。嘿，不是，我发现你今天精神有点恍惚啊，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没有。哎，这个夏以沫这丫头越看越可爱啊！哎，干脆你别追这毕业课了，改追夏以沫吧。啊？我这个女儿啊，聪明，从小啊学习就好啊。她妈妈说，都随了她，一点都不像我。金小姐，饿吗？来，跟我来。来，先喝点东西。哦，谢谢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你看一下有什么想吃的。我也不知道，看上去好像都很好吃的样子。我的直觉啊，应该是这个最好吃。我帮你弄点。来，试一下。怎么样？怎么了？不好吃吗？不是，从来都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。金小姐，不至于吧？这么一个蛋糕，一杯饮料就把你收买了。多吃点。谢谢你。没事。阅读公司和出版社今后啊，当然要继续紧密合作下去啊。你说什么？存志哥，我跟星辰是真心相爱的，我们以后会好好照顾肚子里这个爱的结晶。对，虽然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懂，小宝宝还有可能会在黑诊所里出生，但是我们已经决定了，就在今晚，我们要私奔。哎，等等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什么爱的结晶啊？你们才认识几天啊？这不科学呀！
这是爱的奇迹。好，就算爱的奇迹，那你们才多大呀？怎么可以要小孩呢？难道你的意思是要杀掉我肚子里的小宝宝？存志哥，我没想到你那么残忍。哎，停，越说越离谱了。星辰，你现在正是准备高考的时候，难道你就这么放弃了？难道你想像我一样，一把年纪了，还只能当个保安？哼，当初要是您觉得考大学比较重要，也不会扔下我不管。要是你没有扔下我不管，我就不会和袁美去酒吧喝得大醉，然后铸成大错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的错？不过啊，现在你有一个弥补错误的机会，就是在这里签个字。签什么字？医生说我们年龄太小了，不能生小孩，需要监护人的签字。内容我们已经写好了。不签。我的命好苦啊，宝宝，妈妈对不起你。现在这回叔不想救你，那我也不想活了，大不了一尸两命。别，千万别这样，别这样。哎，好感人呐！好，拿来，我签。就签在空白处哦。我高存志，庄严发誓，我永远是夏星辰的老师，以此为证，绝不反悔。臭小子，你敢骗我？事情败露了，袁美。别跑！你们两个敢联合起来骗我？不是的，不是我的主意，高老师，是金元美的主意。夏星辰，你出卖我！你给我记着，存志哥，我真的怀了星辰的孩子，我们没有骗你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啊！臭小子，是你吧？你把我们家袁美怎么样了？你说。不是的，大婶，你误会了。我误会？你说怎么样啊你？你说。我金元满不是叫花子，我不是叫花子，不是叫花子，不是。元满，你怎么啦？我没什么。妈，我们谈谈吧。谈什么？这件衣服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衣服啊？那个什么金元满，为什么会和我有一模一样的衣服？我怎么知道？凭什么就不能允许别人和你有一样的衣服？允许，当然允许，但为什么就这么巧，偏偏都在今天，偏偏就是他？他怎么就那么巧和你去了同一家店，买了同一件衣服，买回来还藏着不让我发现？你怎么和妈妈说话呢？太过分了啊！干嘛？啊？吵架？不关你的事情，别插嘴。夏以沫，你这么和你哥哥说话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妈，你现在看我不顺眼了是吗？是不是因为我抓住了您和金元满的把柄啊？把柄？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我和他有什么把柄？那您告诉我，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私生女，对吗？你说什么呢？以沫，你最近是有点过分了，快向你妈道歉。夏以沫，你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！你怎么对爸妈这样呢？你对我这样就算了，跟个男孩子一样，活该找不到男朋友。还有，你跟高存善到底是什么关系？现在所有的人都说你们俩是一对儿，之前我问过你，你还说没关系。那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没错，
这事儿传出去，就是你抢了圆满的男朋友。你们干嘛都说我？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这都怎么了？这是？别生气了，以沫已经被你气走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吧？我气走他，他没气死我就算不错了。这还不都是因为你吗？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居然给他们两个买同样的衣服。那是谁拿给他穿的？那我怎么知道你给圆满也买了一样的衣服呢？那我问你，你今天有看过圆满一眼吗？一码归一码，我们现在谈的是以沫，怎么又扯到圆满呢？你就没有看到圆满一直坐在角落里，都没人和他说话吗？你就没有过去哪怕打一声招呼，就顾着以沫，还当着圆满的面，你知道他多伤心吗？我这不也是想尽快解决问题吗？你是不是根本不想把圆满接回来？什么话？星辰，喂，怎么了？哎，你慢点说，怎么被关了？哎，你说你在哪儿啊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以沫，以沫，星辰，是不是你啊？是我，我在这儿呢。你等着，这门怎么锁上了？废话，要是不锁上，我自己早就跑出去了。我还用给你打电话吗？以沫，你赶紧找个东西把这门撬开啊！啊，我知道，你等着啊。你快点儿！哟，你谁呀？阿姨，阿姨你好，我是来找高存志的。存志啊，他不在，他出去了。那个是这样的，我落了几本书在他屋子里，特别着急，您能给我开个门吗？我拿了书就走。我想起来了，你不是上次来过？你是存志的朋友对吧？您想起来了？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那你等着，我给你拿钥匙去啊。好嘞，谢谢您啊。站住！怎么了？你认识高存善吗？高存善，高存善是我同事啊。我说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呢？你就是那个狐狸精。什么？你就是害我女儿那个狐狸精！你这狐狸精！阿姨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什么狐狸精？我勾引谁了我？少叫我阿姨，你还不敢承认是吧？高存善墙上挂你那么大照片，我能不认识你吗？我看见了。你看见什么呀？我承认什么呀？你给我滚！你怎么不讲道理啊，阿姨？好，你给我等着！狐狸精！狐狸精！妈！你干嘛呀？我妈都没人这样对付我。妈，你干什么呢？金圆满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圆满，妈给你报仇了。妈，你也不能打他呀，他是你的。他是我什么呀？不管是什么，你也不能打人家呀。他是我祖宗，我也想打他，我连杀他的心都有。高存志，他是不是就害我女儿那个狐狸精啊？你怎么跟这种人来往啊？你要再这么下去，拿着行李滚蛋！滚！你疯了你！滚！喂，放开！滚！妈，干什么呀你们？我们走，走啊！放开我！狐狸精！
回来了。妈。哟，这什么味道啊？怎么这么大？是洗菜水。你和人打架了？受伤没有啊？我哪儿都没伤，我心伤了。你别走，你给妈妈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儿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要问，就问您那个金圆满好了。圆满？您不是和他很熟吗？泼我这身脏水的人说我是狐狸精，还说我抢了他女儿的男朋友，还说要打死我。你说，圆满的妈妈打你，你们认识吗？我怎么会认识他呀？我是去找，反正我就是去找一个朋友，就那么巧，他们是邻居。你说我到底得罪谁了？我整天遭自己的妈妈嫌弃，还被别人的妈妈打，我真的是太倒霉了。去换身衣服，洗个热水澡啊！我偏不换。明天啊，我就穿着这身衣服去找金圆满问问他到底是谁，为什么我走到哪都会被他连累？你不能去找他。为什么呀，妈？您说呀。我真的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就算我变成这样了，您还是不肯说，是吗？他到底是您什么人呢？您要这么维护他？您不说我也不问。妈，早点休息吧。妈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，但如果有一天你想说的时候，记得随时来找我。早，小雪。大家早。啊，早。早。主编早。哎，这不是1993年版的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吗？你也看过？这本书谁送你的？这不是别人送的，这是我自己的。你这么喜欢，我送给你好了。送我？哎，这愤怒的小鸟是谁啊？愤怒的小鸟是一个愚蠢的名字。你相信那种隔着时空都能够相爱的故事吗？我相信啊。我曾经也相信，不过现在不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都是自欺欺人的把戏。哦，你忙吧。妈，坐吧。谢谢啊。原来他们真的谈恋爱，哇塞，好羡慕你的哟！还有爱心糖喝哦。这夏雨墨同志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贤惠了？看来高总还是有一套啊。总之啊，你要快点好起来，健健康康的好起来。以后想吃什么尽管说。姨妈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，我好感动。不用，我也是为了我自己。快吃吧。好吃吗？好吃。
么说都以为是借口，关上耳朵却找到出口，怎么做都以为是施舍，藏起了拳头却藏不住冷漠。哦，又有了太多本不是我的，吞下了太多甜酸哽住喉咙，终于懂得。哦，我想要的快乐，一天天一点点收获，路已经难走，不退后也不强求。你这么看着我，我怎么好好工作？没办法，我就是忍不住想看。要不你先回去吧，不用陪我加班。可是我放心不下你。算了，不看了，走吧。李梦，你送我回去吧。可咱们顺路吗？我知道，可是我有点不舒服。啊？你们还没下班啊？高总，我刚刚听你说你不舒服，要不要送你回去啊？啊，不用劳烦你了，谢谢。哎，要不我送送你们吧？你们怎么不说话呀？你们俩在国外不就认识了吗？不是好朋友吗？啊，很好的朋友。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的人，怎么成为好朋友的？因为一个故事。什么故事啊？啊，一个著名作家和一个粉丝的故事。我觉得这个话题没什么可聊的。爱情故事？也许是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再见。哎，何主编，有没有兴趣一起喝杯咖啡去？啊，现在有点晚了，下次吧。李默，那你呢？咖啡？你不是介意我采用咖啡治疗方法吗？那是明天才开始，今天太晚了，明天再说吧。好，那我明天早上在咖啡店等你。嗯。唉，这个世界终于清静了。何主编。夏组长。你先说。你对高总很好。我希望他快点好起来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追寻自己的幸福。那，祝福你。这是妈妈在来的路上专门给你买的。干嘛又破费啊？妈，以后你别送我东西了。这个是专门给你学英语用的。还是想送我走，对吗？不管出不出国，学点英语啊，总是好的。怎么了，圆满？还在生妈妈的气啊？我知道那天庆典啊，你很失望。我们没有当着大家的面儿介绍你才是我们的女儿。我以后再也不会为了这种事情而生气了。我有什么资格生气？我应该要感谢你们，给了我一个长见识的机会。干嘛说这些赌气的话呀？你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是吗？那夏以沫呢？你什么时候才告诉她，她根本不是你的女儿啊？所以，我还是退出吧。哎呀，圆满，你别这样，妈妈求求你了。出国是解决这个事情最好的办法。等你从国外回来，一切可以重新开始。为什么要走的人是我？你们拼了命保护的人为什么不是我？既然你们想让我消失，
我成全你们，从今以后，就当咱们从来都不认识，就当我和夏一墨从来都没有报错过，你们把我忘了吧。圆满，圆满，等等啊！奇怪，人呢？哎呀，高村山，你为什么总是做这种丢了西瓜捡芝麻的事儿？我进去了。坐呀。不是说好今天见面的吗？怎么没去咖啡馆啊？哦，我太累了，忘了。我咨询了一些医生朋友，他们说啊，药物成瘾并不是没法治疗的，只要你有坚定的意志。你看啊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些替代品，只要你一想吃药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些。还有啊，我给你准备了一张康复表，每天根据你的……够了。什么？我说够了，这些东西我不需要，你拿回去吧。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又想吃药了？你答应过我，你要好好康复的。我说话你是不是听不懂啊？我没病，我没病，我很健康，我根本就没病。你是不是又犯病了？你是不是又受什么刺激了？你有什么事你要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的。对，我受了很大的刺激，我现在情绪很容易激动。快出去，回去。陈少，走了。我是不会放弃你的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你的。哎，存善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能放弃治疗，我不会放弃你的。你才有病呢！存善。请进。妈，您怎么哭了？我没事儿。妈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惹您生气的。但是最近我不知道怎么了。一看见那个金圆满就心烦意乱的，我该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吧？我该不是得了那个什么疑心病吧？所以妈，您就不要跟我一个病人一般见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傻孩子，干嘛那么说？我们一墨最乖最聪明。那妈，您要是原谅我，就对我笑一个。太好了，妈妈您原谅我了。妈，就算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啊，也一定要告诉我。就算是哭，也要让以沫陪着你一块儿哭，好不好？以后啊，我要永远霸占着妈妈。为了能一直守着您，我决定一辈子都不结婚。闻着妈妈身上的味道，我好幸福啊！
一墨，咱们好久没有一起出去玩了。这个周末一起去看电影好吗？哦，这个周末我怕我会加班。下了班再去啊，我等你。那要是加班加得很晚呢？妈妈就在电影院里等你，然后咱们一起去看半夜场。那要是那天下雨，下了很大很大的雨呢？就算天上下刀子，妈妈也要等你。这个周末呀，妈妈要好好的陪一墨，陪一墨看电影，吃好吃的。妈，我好高兴啊！妈，我爱你。其实我现在才发现，圆满才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女人。每次想到圆满曾经对我的好，我的心就好痛。你会为了圆满心痛？我很想回到她身边。小志，你能帮帮我吗？你帮我约一下圆满，我想和她谈一谈。存志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吃饭了吗？还没吃吧？你等一下啊。那，这是我妈专门为你煮的长寿面，还有你最爱吃的猪蹄儿。愣着干嘛呀？快吃啊！快！好吃吗？好吃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，有一年你过生日，我们半夜起来为你做这个长寿面，差点把厨房给烧了。当然记得，那次停电，我们点蜡烛还差点把窗帘给烧了。要不是你哥，多吃点。如果我哥突然回来找你，你会怎么样？他怎么会回来找我呀？那万一呢？没有什么万一。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软弱的金圆满了。好马不吃回头草。不会了。圆美，好久不见。你在这里干嘛？鬼鬼祟祟的，又想打什么坏主意啊？我能打什么坏主意啊？挺长时间没见的，我挺想你们的。谁信啊？白眼狼陈世美，还不快滚！别冲动，我就是滚！啊！打死你滚！哎！喂，你别冲动。哥，真倒霉，碰见那个金元美了。他们家女人怎么一个比一个凶？你不知道他们不喜欢你吗？还好你碰到的是元美，要是碰到冲天大婶，你连出都出不来。那怪谁啊？还不是你！你要是早点帮我约圆满，我至于这么偷偷摸摸的吗？我不会帮你约圆满的，
你死了这条心不？小子，圆满圆满的叫得很亲热嘛。你才在他们家住几天？别忘了，她可是你哥我的女人。你根本不可能给她带来幸福。我不能给她带来幸福，那谁呢？我。坦白，像个男人。我说呢，推三阻四的，原来你小子在打金圆满的主意。好，那咱们就来谈一谈圆满的幸福。你说你能给她幸福，凭什么？就凭你这个保安？就凭我爱她，我真心爱她，我会爱她一辈子，一生一世，我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。怎么了？就凭这个怎么了？爱？你拿什么爱？你知道她需要什么吗？你就爱？你能让她彻底摆脱她穷二代外地民工的身份吗？你能让她在这个城市从从容容的生活，有大房子住，将来孩子能上贵族学校吗？你能吗？她不是你说的那种爱慕虚荣的女孩，好吗？这不是虚荣，这是每个女人本能的需求。谁都希望过这样的日子，更何况是金圆满。你了解她多少啊，春波？你拿什么跟我竞争？我会努力。努力？那我请问你又拿什么努力呢？啊？就凭你那张高中文凭，还是凭你这个假冒的大学生？啊？醒醒吧，我的傻弟弟！村治，做梦可以，但你至少要明白，这只是一个梦。放开！你自己跟夏以沫还没有掰扯清楚，又来追圆满，到底什么意思？那是我的事儿。咱俩见面除了吵架还是吵架，我也不想跟你说了。但今天我得把话放在这儿，圆满这辈子注定是我的女人。你要非要挡在我们俩中间，就别怪我不念兄弟情分。下雨了。小心感冒。我不怕，我喜欢下雨。你呢？你喜欢下雨吗？每一场大雨都不一样，一场大雨总会让你想起另外一场。喂，你怎么知道这个的？你呢？你怎么知道这个？在我一个朋友的小说里，充满着这样的大雨，让人想起另外一场大雨的大雨。夏以沫。我是，你让去！我自己来就好了。别动。你这么霸道，以后会交不到女朋友的。我不需要以后。也许你要一个倾诉的地方，也许你要一个肩膀，我也知道，我懂，请把手交给我。高总，你还没走啊？啊，哎，这门好像坏了。坏了啊？白天还好好的。哎，门没问题啊。讨厌，夏组长，你们两个居然在这种地方干苟且的事儿，夏一萌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做，非要捉奸在床才算做了吗？哎，高存善，
说话别这么难听，行不行？难听？你敢做还怕别人说呀？孤男寡女，衣冠不整，他们在谈工作。老周，你信吗？高先生，我告诉你，是因为以沫在外面淋了雨，所以我们才在这里的。淋湿了你就可以趁虚而入吗？高存善，你说话不要那么放肆。夏一沫，你知不知道你很伤我的心？啊，上次他们俩就在月湖狗血了一次，这次居然在这儿。好，一沫，我再也不会相信你。我们从今天开始分手。我们从来就没有交往过。夏组长，主编，你们也是的，再怎么样，把门锁好嘛。老周，能别添乱吗？好吧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没看见。抱歉，我先走。成全你们，善莫大焉。你听说了吗？最近他和谁走亲近？昨天晚上什么回事？知道吗？哎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没什么呀。没什么不赶紧干活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，说出来一起分享啊！这谁写的？谁？一沫姐，你别理他们，我支持你。支持什么呀？当然，咱们主编啦。哎，通过这么长时间相处，我觉得其实咱们主编挺帅的，又 man 又有才华，比起那高存帅两般配多了。编什么呀？瞎说什么呢？夏组长，电视台采访差不多开始了，赶紧准备一下，走。啊，好。你听说了吗？最近他和谁走亲近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什么？我不该。不该让我不感冒吗？我是不是应该向高总解释一下？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在和他谈恋爱吧？难道不是吗？我是在谈恋爱，不过不是在和他。夏组长的感情生活还挺丰富。哎，你这话最好和我爸妈说说，这样的话他们会很高兴的。他们一直担心我嫁不出去，这下就好了，他们开心了。走吧。来了，爸，夏伯伯，请坐。
圆满，叫我爸爸就好。嗯。我听你妈说，你不想出国。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委屈。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女儿之后，还没有接你回家。爸，我没什么委屈。我跟我妈说过，只要能经常见到你们，我回不回你们家都无所谓。你能够这样想，我很欣慰。相信爸爸，我们早晚会接你回家的。不过不是现在。我在想，你还是出国的好。可是我不想出国，我出国了就见不到爸爸妈妈了。爸，我答应你，我再也不跟你们见面了，但别送我出国。你的梦想是什么？如果没有父母，你一定要实现的梦想到底是什么？我想像夏野墨一样当编辑。我在书店工作了10年，其中5年在做清洁工。后来经过我的努力，我做上了销售员。爸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真的可以做一名好编辑的。真是太好了。不过，你想过没有，编辑需要很高的文化素质跟见识。你想当编辑，那就更要出国。等你回来之后，你就可以来阅读图书工作了，还可以继承阅读。你可能觉得我这番话是冠冕堂皇，我承认，我是有一点私心。以沫呢，到现在还不知道真相。我和你妈都觉得应该多给她一点时间，等到合适的时候再告诉她。圆满，你作为我们的亲生女儿，希望你能够了解爸爸的这份苦心。在爸爸心中，以沫和你一样，我会尽快为你办好出国留学的手续。我和你妈妈一起，等你学成归来的那一天，好吗？夏一沫，你上辈子到底跟我有什么仇？你抢走了我的未婚夫，抢走了我的家，霸占了我的父母。夏一沫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在我家多停留1天。圆满，妈，妈妈还以为你再也不理妈妈了。上次你把妈妈的心都说碎了。妈，对不起。别说对不起，妈妈永远不会生你的气。妈，我昨天做梦梦到你了。是吗？梦到和妈妈在做什么？跟妈妈一起看电影，我都笑醒了。妈妈也喜欢看。改天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。那就今天吧，我正好下班早。明天，明天行吗？妈妈今天家里有些事情。明天啊，妈妈一定陪你去看。是因为夏以沫吗？圆满，今天以沫已经约了和妈妈去看电影了。算了，不看了。哎。说这次书展阅读准备了秘密武器，主编先生能不能事先透露一下？那我想这次书展的形式呢，会跟以往的书展很不一样。主编先生口风还是很紧啊，那我只好向夏小姐求援了。关于这次书展，我能非常肯定地说，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，所以还请大家尽情期待吧。夏一沫，你给我等着瞧！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？喂，妈，有事儿吗？妈妈想了想，咱们还是一起去看电影吧。你不是约了以沫吗？没事儿的，从小到大。我不知道陪他看了多少次电影，一次不看没什么的，
你等等妈妈，妈妈一会儿来接你。哎，不用，改天再看吧。我不想妈妈因为我让你为难，也不想因为我的原因去打乱了您的生活。你这么说话，妈妈会难过的。我知道我的身份，也知道您的处境，我会乖乖等您的。那也行。那明天妈妈给你电话。嗯，好，妈妈再见。怎么了，圆满？胃好疼啊，妈。哎呀，乖女儿，你找个地方好好待着，妈妈马上过来啊。疼痛是胃炎造成的，先输个液，如果没什么大问题呢，可以回去休息了。谢谢医生啊。圆满，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其实没必要来医院的，还花了那么多钱。都怪我。这怎么能怪您呢？其实我都已经习惯了，晚上回家喝点水，睡一觉，第二天就没事儿了。别说了，妈妈的心都碎。你别伤心，你伤心，我会难过的。圆满，你放心，妈妈一定尽快把你接回来，好好照顾你啊。妈，别说这些了，我现在也挺好的，虽然工作忙，但是很充实。只是，我有时候会特别的想你，想要回到你身边。可是，你毕竟有另外一个女儿了。所以，还是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吧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要不这样吧，妈妈给你找份轻松点的工作，别在书店上班了啊。我现在还不是您的女儿，我没有资格接受您任何帮助。能找到你，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只要您心里有我这个女儿，我就已经很满足了。2号厅在哪里啊？怎么还不来？今天也不堵车啊。喂，妈。来，擦擦舒服些。谢谢妈。您不是答应了夏以沫要去看电影吗？看什么电影啊？妈妈怎么能把你一个人扔在医院不管呢？妈，您真好。这一生总有一个人，在心头刻下一道痕。即时光影落满灰尘，却又闪来时的门，一寸一寸揭开守候的年轮。这一生总有一个人，在梦
依旧在继续，我会始终守望着离